陆晨，别装了，爸走了，你还赖在苏家干什么？等分遗产。昨晚2点18分，你一个人在书房待了20分钟，监控拍着呢。今天是爸的头七，拿回去。今天不谈，不谈，等你先把保险柜摸清楚。陆晨，别吵了，已经够乱了。所以你让他把离婚协议扔过来，在爸临前，就是因为在爸临前，别让大家更难看。听见没有？我姐也烦你了。你可以先看条款。你昨晚进书房到底拿了什么？不用，药单我签，不是认你们说的那些账。都这时候了还摆清高，药单能值几个钱？保险柜密码才值钱吧？签了就好，离婚归离婚，你在苏家吃3年的账也得算。签了就好，离婚归离婚，你在苏家吃3年的账也得算。3年1095天，1天200，21万9，手机6200，鞋890。手机是爸联系医生用的。欣然，这钱不追回来，外人都笑话苏家。陆晨，账本先留下，该核的核。你也觉得我欠苏家的？那你拿出证据。爽快，先把21万9写清楚。我照顾爸3年值多少钱？医院陪护记录、药房签收、夜间急诊挂号单、每天用药记录都在书房。所以你昨晚进书房是为这些，你没给我看。你也没问，真正照顾爸的人，明天我就叫人。陈护工天天在病房。陈护工，我只想知道他收了你多少钱。你别血口喷人。陆晨，你看，又急着替他说话。陈姨，现在来苏家，就说老爷子住院那阵的事儿。现在我在路上，10分钟。人来了，姐夫，坐稳点。我在路上，10分钟。人来了，姐夫，坐稳点。陈姨，我爸住院那阵儿，谁在照顾？主要是我，陆先生也来过，坐一会儿签个字。坐一会儿签个字，那不就是装样子？我岳父最后一次夜间急诊是几号？这时间久了，那晚你根本不在，你在的话就不会不知道。爸不能平躺超过10分钟。护工费月结，陈姨签的字，清然你自己看。 3个月，9600。爸住院3年，你只拿3个月收据，其他的去医院系统调。陪护记录在书房，我昨晚就是去拿，因为少了一份最关键的用药单。陆先生，我就拿工资干活。谁给你工资？哪个账户？打开，陪护记录在里面。可以，但我得在场。姐，别让他碰保险柜。你现在防我防得挺熟，这话你爸也听得见。少了一份爸病危前1晚的用药单，我亲手放的，没拿。那不就是你自己拿走了？监控拍到你进来，护工说你没照顾，药单又没了，圆不上了。陆晨，把书房钥匙交出来。你信证据？行，你自己查，查清楚那份药单是谁拿的，你就知道爸为什么改遗嘱。监控拍到你进来，护工说你没照顾，药单又没了，圆不上了。陆晨，把书房钥匙交出来。你信证据？行，你自己查，查清楚那份药单是谁拿的，你就知道爸为什么改遗嘱。你夹子里是什么？爸的遗物你也拿？爸的听诊器，最后一次清醒时交给我的。给你的，有字据吗？放下。这东西不是钱。口袋也翻出来，谁知道你还拿了什么？我不想再有东西说不清。这个不能，里面是爸的病情记录，看露馅了。那更应该交给我。你现在听，只会后悔。后悔也是我的事。清然，遗产还没办，别让关键东西落他手里。赵启明，你很急，你急的不是苏家，是录音笔。这里面有你爸留给你的话，你现在抢走，以后别说没人拦过你。陆晨，松手。那支录音笔，你们保管不好，现在就打开听，看他到底藏了什么。你怕吗？我怕你承受不住。
知道。你的东西就这些吧，别说我们苏家扣你。我的电脑呢？里面有我的资料。你能有什么资料？菜谱、护工工资表。电脑给我。你先离开，今晚大家都冷静一下。刺不是我递的。签这个，净身出户，以后不再主张苏家任何财产。离婚协议我签了，这个不签，我不拿不该拿的，也不放弃该我的。苏家有哪一样该你？很快你会知道。今晚你先走，明天民政局把手续办完。这张纸留给你们自己看。别回头啊，回头也没人留你。陆先生，明天我还带着。账要算，就别只算你们写的。如果你真拿了爸的东西，明天之前还回来，我可以不追究。苏清然，我在你眼里就剩这点事儿了。姐，你别心软，他走了，家里才清静。录音笔先别动，我是不想再出错。苏小姐，明天下午遗嘱宣读，陆先生必须到场。为什么必须是他？因为苏老遗嘱里写明了。苏小姐，明天下午遗嘱宣读，陆先生必须到场。为什么必须是他？因为苏老遗嘱里写明了。姐，你看他来离婚还拿这个破袋子，真会装可怜。别这么说，万一里面装着苏家的东西呢？嘴不累。陆晨，今天把手续办完，别再闹。我闹过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得把事儿做绝。双方确认自愿离婚。确认。确认。终于肯放人了。你们也知道这是公共场合，别把苏家的体面丢在这儿。你会站到哪一边？我想看看。情绪不稳定，可以先出去沟通。不用，继续。姐，发亲戚群，让他们知道终于甩掉了。别发。爸的录音笔和听诊器，遗嘱前你别再碰。你拿着就安全。从今天起，你做的每个选择我都记着，不是威胁，是提醒你别后悔。下午遗嘱宣读，你不用来，苏家的事儿和你没关系了，律师会通知。离婚证都拿了，谁会通知你？因为他该打来了。苏小姐，请务必通知陆先生，今天下午遗嘱宣读，他必须到场。威胁，是提醒你别后悔。因为他该打来了。苏老遗嘱宣读前，所有相关人必须到场。苏老生前指定陆先生到场。他都离婚了，还相关什么？是不是无关？遗嘱会说。签了，免得等会儿大家难看。我不签，我不拿不该拿的，也不放弃该我的。陆晨，这份声明只是表态，爸的东西本来就该留给苏家人。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劝我？前妻还是苏家人？你一定要把话说这么难听？难听的是这张纸。竟然他怎么还在？他不肯签放弃书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问一句：岳父病危那晚，谁把周北年叫进书房？周叔，你别乱扯周副院长。陆先生，您是指苏老最后一次修改遗嘱那晚？陆先生，您是指苏老最后一次修改遗嘱那晚？等一下，他凭什么坐这里？他一个外人，不合适。陆晨已经和清然离婚，法律关系结束了。遗嘱关系不以婚姻关系为唯一依据。他不签可以，至少先站出去，别坐在主位旁恶心人。我站着。陈律师，您继续。陆先生不做，我不能宣读。苏老遗嘱写得很清楚，宣读时陆先生必须在座。我爸怎么可能写这种话？你不懂你爸。苏小姐，再干扰我会终止宣读。陆先生，请坐。苏老交代过，这是您的位置。主位旁边，那是我姐的位置。
苏老生前已经安排。爸，为什么？你想知道，就坐下听。第一项，华人医院31%股份。31%？苏远山先生声明，该股份不作为苏家内部继承财产处理。不作为苏家继承财产，那给谁？第一继承人不是苏家任何人。第一继承人不是苏家任何人。你倒是念啊！第一继承人陆晨。不可能，是不是同名？身份证号、签字样本、见证材料全部一致。他已经不是女婿了。遗嘱签的时候，我还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，你信吗？除股份外，陆晨代管别墅、现金及科研基金，用于华人科研与医疗救助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给他个人，资产控制权和执行权属于陆先生。凭什么？我才是我爸女儿。苏老给您留了一家族纪念戒指和一封手写信。就这些？爸给你的，可能比钱值贵。爸为什么把医院股份给你？你该问他为什么不敢给你们。你们连一只听诊器都能抢，医院给你们，会变成什么？遗嘱可以质疑，股份交割也不是今天就能完成，医院还有董事会。你替谁考虑，迟早会清楚。你还给我，那是我爸的，你一个吃白食的，凭什么管华人？凭遗嘱，是你爸的，所以我会按他的意思办。我只想听一句实话。实话就是，你们把该信的人赶出了门。我不同意陆先生接受股份。你们把该信的人赶出了门。我不同意陆先生接收股份。周叔，远山信任你，我知道，但医院不是家产，不能依据遗嘱就交出去。周副院长，遗嘱内容合法有效。我不质疑遗嘱，我质疑交割时机。公开资料里，陆先生没有任何医院管理经历。外甥，董事会建议暂显陆先生股权交割，由苏清然暂代处理，等核查清楚再说。对，我姐才是苏家人。陆晨，先暂缓吧。你如果真为了爸，就别让华人乱。你又让我让，我没赌气。年轻人退一步不是坏事，这一步退不了。若董事会以任何理由阻挠交割，陆先生可直接启动特别授权。附件我之前没见过，这是苏老亲自封存的。爸知道会有人拦，你是为医院还是为省华院？省华院是谁？我知道爸为什么宁愿把股份交给我，也不交给你们，因为华人里面有人已经把手伸到外面去。姐，你不是替苏家考虑吗？赵先生，周副院长已经安排好，明早董事会先冻结陆晨的参会权限，股份接收一律在我。原来你们连明天怎么拦我都提前写好了。我要去董事会议室预约姓名陆晨。昨晚系统临时改了权限，家属不能随便上去。我不是家属。董事会会先核实遗嘱，你在楼下等。昨晚才改的权限，今早就等着我来。你们又替我决定。合作方代表比你这个待核查股东方便点。你昨天还说苏家的事儿和我没关系。今天医院的事儿也未必和你有关系。这是你的意思？流程上确实要等。好，流程。胸痛，血压掉得快，家属还没签字。心电图呢？打印机卡起，只有电子版。别按普通心梗走，右心负荷不对，先排主动脉夹层。你说什么？你学医的？看图。推 CT， 通知手术室预备，先救人。陆晨，你别乱插手。
出了事儿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刚才如果晚3分钟，病人可能下不了手术台。你跟我上去，病历会诊要补签。他不能上董事楼层。那你来解释病历。流程现在能走吗？流程现在能走了吗？林之夏，你让一个外人参与会诊。他刚才判断对了。何主任，这位是苏家前女婿，不是医生。病历有错，年龄，病人腕白是58，差10岁，影响用药剂量和风险服务。按58岁算，手术风险等级要上调，得通知家属重新签字。还要排除肾功能问题，小肝数值不对，小数点像手术错了。原始单是106，这里录成10.6。这2处错误谁发现的？他。你到底什么专业？陪护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也没有。你什么时候懂这些的？你问过吗？我现在是在问。晚了点儿。网上看几篇医学文章，也能说2句专业词。你别忘了，股份还没交割。你现在靠几句病历话术，就想让医院认你，不是医院认我，是病人需要我说实话。周叔，陆晨发现病历录入错误。偶然发现，不代表能接医院股份。你怕我接？我怕华人乱。华人乱了很多年，从病历到项目都有人在改数字。陆先生说话要有证据。会有。华人乱了很多年，从病历到项目都有人在改数字。陆先生说话要有证据。会有。夹层范围比预估大。按 B 方案 ，B 方案不行。病人右肾供血已受影响 ，B 方案会漏掉近端风险。扫过一眼你就敢推翻方案？不是推翻，是补一项，先做分支评估，别急着封。陆晨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知道。这里和肾动脉开口距离太近，确实有夹层延伸。如果按原方案会怎样？短期看似成功，术后可能急性肾衰。你不是说自己是陪护？陪护也能看见医生看漏的地方，跟病人学的。姐，听说陆晨在医院装医生，他还当众怼了何主任。出了事故谁负责？病人方案确实因为他调整了。姐，你不会真信他懂医吧？晴然，这种时候你更不能动摇。周副院长说了，股权不能交到他手里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3年我到底漏掉了多少？病人稳住了。那处风险点确实存在。今天这事儿我会写进记录。术前方案由陆先生提出关键性。不能行，一个没资质的人参与方案，是医疗事故隐患。不写才是隐患。你担得起？他担不起，我担。你用什么身份担？你担得起？他担不起，我担。你用什么身份担？陆先生以前来得勤，夜里最多。老院长病房那层谁不认识？陈护工呢？有阵子来过，后来好像被老院长换掉了。陈护工早就被爸换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签收本在这儿，签字谁不会签？晴然，你现在最该稳住股权，不是翻这些旧账。人都走了，纠结谁陪护有意义吗？有，至少说明我可能错怪了他。姐，陪护签收、夜间急诊、药房记录，为什么当时不拿出来？你让我翻口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拿出来也没用。你不是想看证据，你是先认定我有问题，再等证据配合你。我爸是不是一直知道你的事儿？知道一部分。哪一部分？你现在还没资格问。周叔，陈护工的记录有问题。这种小事以后再查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华人稳定，稳定到连假证都能先放一边。你今天救了一个病人，我感谢你，但医院管理不是靠情绪，也不是靠遮。你别把所有人都说成坏人，坏人自己会急。既然陆先生这么懂医院，那就请进来，给董事会解释一下你的真身份。既然陆先生这么懂医院，那就请进来，
给董事会解释一下你的真实身份。陆先生，董事会只问3个问题：学历、职业资格、医院管理经验。这些和股权交割无关，我不接受审判。你怕了？他今天救的人还躺在 ICU， 谁都看见了。林医生，医学判断和管理资格不是一回事。你怎么知道联合课题？你们第3版方案风险模型错在样本偏差。那封匿名修改意见是你写的？3年前有个匿名专家把我们的模型救回来，科研中心一直叫 L 博士。L 博士 L 老师不是海外团队的人吗？没人见过本人，只通过加密邮件沟通。不能因为几句话就把陆先生和 L 博士划等号。我也没说我是。那你到底是不是？你现在想知道是因为我可能有用，还是因为你终于想认识我？董事会休会10分钟，所有涉及匿名课题的信息暂时封存。那就问问科研中心 ，L 博士本人同不同意？那就问问科研中心 ，L 博士本人同不同意？医院内部会议不适合连接外部系统。匿名课题有旧规矩，任何封存、调读、移交都要经原始审阅人确认。所以你能联系到他？我一直能。让他回确认邮件。只要 L 博士证明陆先生有授权，今天的质疑就该暂停。邮件可以伪造。那你封存资料的通知就不可能伪造？5分钟。周副院长刚下了权限，今天任何人不得进入 L 项目档案区。室友写的是疑似资料泄露。泄露源写谁？陆晨，身份未明，接触核心资料风险较高。因为有人不想让旧邮件进档案。陆先生，别让大家难做。让大家难做的是你。你要真是 L 博士，直接承认啊，藏着掖着干什么？匿名是为了保护课题不被资本盯上。启明，你知道资本盯项目的事儿？听过几句，还是递过资料。你血口喷人！又恢复了。本人不同意在无伦理委员会复核、无股东会书面决议情况下封存原始档案。是 L 博士的加密签名，有效。3年前修订用的就是这个签名。后面还有一句，另请调取苏远山院长病中用药记录，任何以安全名的遮挡都应视为风险。为什么会提我爸的用药？这才是我今天来的原因。还有一句，另请调取苏远山院长病中用药记录，任何以安全名的遮挡都应视为风险。为什么会提我爸的用药？这才是我今天来的原因。华人现在最需要稳定资金，我联系到明德医疗，愿意先投一笔预付款。这份和医疗不是意向书，标题合同不是意向，正文写独家代理，附件写专利优先处置权。真有这一条？这是通用模板，后面可以改。通用模板不会写 L 项目2期编号 HRLLC02，这个编号外部不知道。赵先生，你从哪里拿到的？合作方给我的。这份文件签了，华人的新药项目就不是华人。赵启明，你让我上午把合同转给财务预审，就是这份。竟然我也是为了融资。你知道附件里写了专利处置权吗？我没细看。他看了。你在第7页手写改过一个字，把协助披露改成独家披露，字迹和你上午签临时通行证的一样。你为什么要改？写错一次叫失误，写错到能让项目转手叫递刀。这份合同必须暂扣。凭什么扣我的私人文件？因为它涉及华人未公开编号，让他当场打给明德联系人。现在太晚了，人家下班了。我刚问过明德总部，对方说没有授权你代表他们谈判。所以这份假合同是谁让你拿进？刚问过明德总部，对方说没有授权你代表他们谈判。所以这份假合同是谁让你拿进？我承认想帮华人牵线，但假合同不是我做的。姐，启明再糊涂也不会害自家人。我上午让你别越过法务，你答应了吗？他现在就是利用你爸的遗嘱逼宫。那份合同
到底收没收钱？看着我说。你以前撒谎不是这样的，你为了一个前夫怀疑我，不是为了他，为了我爸。陆晨要查用药记录，你为什么比周叔还紧张？我哪有？你有。赵启明的事我会查。你查他还是保他？这次如果他真碰了项目，我不会胡。项目不是最先被碰的，你爸住院最后1周有3次用药记录被补录。你怀疑我爸的病不是正常恶化？我以行政副主任权限申请调阅苏远山院长病中用药记录。周副院长刚签了封存令，理由是涉及院长级敏感档案。他不是院长了，是死者。陆先生，话别说的这么冷。记录被冷处理的时候，你比我冷，他更怕你被骗。那就明天开病案复核会，所有人当面看。陆先生，话别说的这么冷。记录被冷处理的时候，你比我冷，他更怕你被骗。那就明天开病案复核会，所有人当面看。你要的患者回访资料，睡不着，顺手整理了。3年前 L 项目第1批观察病例，很多回访不是科研中心做的，是苏院长。老院长亲自打电话问恢复情况，再替你补临床端缺口。他没跟我说过。他也没跟清然说。我爸替你担罪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你当时最信周百年，你爸怕你夹在中间。那你呢？我答应他，先照顾你们。所以离婚那天你什么都没说。我说过，我问你也这么想吗？先看补录时间，第一次11点47，第二次凌晨2点，第三次2点15。账号显示是行政值班，具体账号念。赵启明临时协作账号。不可能，我那天只是帮清然送文件。你进过我爸病案系统？有人让我登一下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谁让你登？是科研中心的人让我帮忙导个表。名字我忘了。那我帮你想。同一天，苏老给回访患者打过电话，家属开了手机录音。如果有人让你们不签回访同意书，别签。L 项目的原始回访，谁都不能碰。周副院长，现在你还觉得只是旧账？如果有人让你们不签回访同意书，别签。L 项目的原始回访，谁都不能碰。周副院长，现在你还觉得只是旧账？今天会议只讨论一件事：陆先生的股份代理权。在身份和病案问题查清前，建议由董事会暂代行使。病案问题更说明不能绕开陆晨。遗嘱明确，股份由陆晨先生继承并直接行使，不设代理过渡。特殊时期要特殊处理。你保护的是那把空椅子，别被我坐。如果有一天董事会以稳定为名，要求陆晨交出代理权，那就说明我担心的事发生了。之前怎么没见过？苏老单独封存，触发条件就是股份代理权争议。陆晨不需要代理人，他比你们任何人都明白华人的底线。清然，如果你看到这段，说明你已经错过很多，但还来得及改。苏老临终情绪复杂，不能把每句话都当制度文件。录像经过公证，那什么适合执行？你一句大句。病案系统被动过的事呢？万一陆晨也有问题呢？赵启明，你自己的账号还没解释。ICU 病人醒了，第一句话问救他的陆先生在不在？投票吧。陆晨先生自今日起正式行使华人医院股东权。你坐吧。欢迎陆先生加入华人。现在成立独立调查组，查苏院长最后1周用药记录以及 L 项目资料外泄。从你开始回避表决。成立独立调查组，查苏院长最后1周用药记录以及 L 项目资料外泄。从你开始回避表决。不可能，别墅怎么会不能过户？因为爸遗嘱里写清楚，房产处权在陆晨名下。姐，你还真替他说话。事实就是他趁爸病重骗走了所有东西。清然，房子要是过不了户，我们之前抵押的事儿也会出问题。你们拿别墅做抵押？陆晨，房子的事你先松口，姐夫。你叫错了，
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房子要是被银行追，我们真的完了。你们抵押房子的时候问过苏院长，为了谁的周转？陆晨，别把话说这么死。我说过，到此为止。我求你，要我道歉、公开认错都行，别收房子。把苏院长的遗物还回来，就听诊治、录音笔、病房抽屉里的手写本，你知道在哪？苏曼，爸的东西在你那儿，我怕陆神拿去卖。现在拿出来。录音笔不在我这儿了。不在你这儿，在哪儿？你说里面可能有爸骂陆晨的话，拿去给周叔确认一下。你把爸的录音笔给了周叔，什么时候？你们从他手里拿走那晚。所以我们逼他翻口袋抢走录音笔以后，你们转手就送给了周百年。那房子呢？先把你爸留下的东西还回来。那房子呢？先把你爸留下的东西还回来。这是我爸生前办公室，我以前很少进来。他不让你进？是我忙。每次他说想跟我聊聊，我都说等评级结束。我爸留下的。你来开。清然，如果你看到这个，爸大概已经不在了。这几年你总说陆深没出息，其实是我求他别公开身份。L 项目不能太早暴露。沈怀山盯着，医院里也有人不干净。陆晨为了陪我，放弃了海外公开任职，也放弃了站到台前的机会。他不是欠苏家，他是替我守着华人。清然，你总把柔软藏起来，久了就分不清强硬和伤人。陆晨话少，但心重，你别用别人的嘴认识他。如果有一天你们走散了，别急着求他回头，先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他站在你面前那么久，你都没看见？清然，别把他弄丢了。爸，对不起。这句话先留着，等你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再说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远山还真是什么都给你们留了。那录音笔呢？也是你替他留着吗？清然，你现在是在审我。他以前太信你。你怕我看见什么？那录音笔呢？也是你替他留着吗？清然，你现在是在审我。他以前太信你。你怕我看见什么？什么录音笔？爸病房抽屉里的那只。苏曼说赵启明拿给你了。家里人乱成这样，你不能谁的话都信。那叫赵启明上来，让他说。周副院长，你怕他接电话？明天一早，我让院办查遗物交接记录。录音笔不是交接，是转移。我只是醒得太晚。陆晨，对不起。灵堂账本、护工、离婚协议，还有我让你翻口袋，每一件我都错了。疼的是你自己，不代表伤口在我身上就没了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我确实愧疚，也害怕，害怕爸爸留下的医院被人拿走，害怕我一直信错人，害怕你真的再也不管。这才像实话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？补救不是冲我来，是冲你爸，冲病人，冲你自己。邵启明、苏曼、周百年，谁动过爸的东西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包括你自己。你当年签过3份行政确认，其中1份放行了周百年的临时权限。这些旧单子要申请解档，周副院长那边可能会问，让他问我。想起来了吗？我爸当时不同意，是我以为在帮他。苏主任，实验室服务器异常，大量数据正在外传。实验室服务器异常，大量数据正在外传。L 项目2期数据被批量下载，权限来源是科研中心内网。
立刻断外网。我来。清然，打给林之夏，让他锁实验室门禁。外传还剩12%，断不了源就追出口。赵启明的代理公司服务器。所有电脑离线，谁都别碰 U 盘。站住！包打开。你凭什么搜我？凭你从资料间出来，凭服务器刚被盗。这硬盘不是我的。你每次撒谎，都会先找能救你的人。先别急着定性，也可能是有人栽赃。你来得很快，信息科还没发权限通知。你怎么知道科研中心出事？哪个值班人员？是我报的。我发现电脑异常，第一时间联系周副院长。你不是说走错了？我也是被逼的。谁逼你？明德，还是周百年？外传出口在赵启明公司，中转地址在明德医疗海外服务器。这就不是家事了。现在说还能算你配合调查。我只是递资料，沈总说不会出事。现在说还能算你配合调查。我只是递资料，沈总说不会出事。赵先生，你承认将 L 项目资料交给明德医疗？我就是递了几份目录和进度表，目录里有2期编号。他们是谁？启明，越早说清楚，对你越好。看周副院长没用，他救不了你。沈总只是让我递个资料。沈总全名沈怀远。明德那个沈总，你拿我爸医院的东西去换钱？房贷、店租，你那些欠款哪样不要钱？他给你多少钱？你的代理公司上周多了一笔200万咨询费。沈怀远为什么会知道 L 项目2期？赵启明泄露的。赵启明接触不到2期模型。3年前，是我签了你的临时权限。清然，你是在怀疑周叔？你爸走了，我一直帮你撑着医院。信不是免查牌。你刚坐上股东席，就急着清算救人，未免太难看。救人干净，不怕查。陆先生，久仰。我不认识你。L 罗氏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 L 项目。沈总，你们涉嫌接收华人未公开资料。商业误会最好商业解决。患者不是误会，项目也不是生意桌上的筹码。开个价，项目、股份，或者你想从华人拿走的体面，我都买。你买不起。或者你想从华人拿走的体面，我都买。你买不起。华人现在有并案风波、数据泄露、股权争议，你一个人扛不划算。你算得挺熟。你这叫看风险还是制造风险？沈总，赵启明已经承认和你接触，华人会保留追责权利。一个代理商为了自保说的话能当证据？我给你3天，股份溢价收购，项目独家买断，你拿钱离开，体面收场。价格很高，至少能解燃眉之急。他们不是承担风险，是买走风险。医院不是靠骨气运营，工资、药品、设备每天都要钱。但项目一旦买断，华人就失去核心。陆先生，你能保证不卖项目，华人还能撑过这次风波吗？能，靠真相。真相不能发工资。我爸醒了，他让我谢谢你。他说医院别卖给只认钱的人，我们病人分得出来谁是真救命。听见没？真相也能撑一段。撑不了太久。那就快点查。苏远山已经死了，华人迟早要换主。你守他的遗愿，守不出上市估值。你把医院当资产包。成年人都这样看世界。我不是。所以你会输。明天上午，项目造假举报会送到监管组，到时候价格就不是我今天给的价格。明天上午，项目造假举报会送到监管组，到时候价格就不是我今天给的价格。如果供应商继续压账期，医院最多撑20天。明德的报价不能完全不考虑。我建议先谈合作框架，不急着买断。沈怀远要的不是合作，可以设底线谈，不交核心数据，不转专利。你以为他会守底线？向狼借时间，最后还的是肉。
你是不是觉得我又站错了？你自己觉得呢？我说的是不能把门打开。那你给我一个方案。查清数据泄露，公开 L 项目源头，申请伦理保护，冻结争议合作。这些都需要时间，所以沈怀渊才会逼你急。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怕华人垮在我手里。你怕担责的时候，最容易把责任交给错的人。我只谈资金输棍，不谈项目买断。可以，不可以？资金纾困附带技术处尽调，投资前尽调很正常。尽调范围包括实验记录、患者回访、原始模型。他要的从来不是利息，是钥匙。这份不谈，偷换概念的机会，不要也罢。清然，别冲动。周副院长，那你为什么没提醒第3页？我以为法务会把关，你每次都以为的刚刚好。既然华人不想谈，那我们走程序。项目造假举报已经递交，监管组下午进驻。苏主任，希望你到时候还能这么硬气。既然华人不想谈，那我们走程序。项目造假举报已经递交，监管组下午进驻。苏主任，希望你到时候还能这么硬气。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华人 L 项目存在原始数据篡改、伦理审批缺失问题。10名举报人是谁？暂不公开。举报材料指向谁？陆晨，也就是你。荒唐！数据刚被盗，举报就来了。我敢保证，我会先查我自己。华人配合调查，在结果出来前，我建议陆先生暂停涉及项目的全部职务和权限。你准备很久了。原始数据一部分在冷库服务器，权限需要 L 博士签名。你能签？能。调查期间，涉事人员不宜继续操作证据。陆晨暂不接触项目系统。可没有他的签名，冷库打不开。封存越久，越方便你们补故事。调查期间，陆晨暂停 L 项目相关职务，实验室权限冻结。如果他停了，项目里正在追访的患者怎么办？由科研中心其他医生接手。陆晨，你真签？不签，他们会说我抗拒调查。我配合暂停职务，但保留股东监督权。从现在起，所有封存、调阅、转移必须同步给陈律师和独立审计。陆先生还是不放心医院，我不放心你。这句话我也记录。陆先生，刚收到补充材料，举报人提供的签名文件全部是你的笔记。陆先生，刚收到补充材料，举报人提供的签名文件全部是你的笔记。这些文件显示，你本人在3个月前修改过原始数据。我没签过，权限不对。文件上写的是 L 项目特批接口，我的特批接口3年前就改成双签了，单签文件从制度上就无效。制度变更记录在哪儿？你刚封存了。我申请解封制度变更记录。暂时不能。我就说他是骗子，现在证据都出来了，你们还护他？闭嘴！没有查清之前，谁都不准再给他扣帽子。他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把家害成这样的是贪心、愚蠢和一次次不查证。清然，你别把自己拖下水。你已经在水里了，少教我游泳。我不让你解封，只查目录。这里。制度变更记录被单独转移了。下午3点转到副院长办公室保险柜，周百年转的。举报材料下午4点补充。先拿走能证明你清白的制度记录，再让补充材料进来。还差一环，谁能仿我的签名？我来取制度变更记录。已经移交监管组了。移交单呢？明天给你看。明天就来得及换了。陆晨，你现在是被调查对象，所以你更该避嫌。周副院长，你练他的签名干什么？明天就来得及换了。陆晨，你现在是被调查对象，所以你更该避嫌。周副院长，你练他的签名干什么？那是会议记录背面的废纸，谁知道谁乱写的？在你的办公室。那就查指纹，可以，前提是你们别再碰。苏主任，要不先交给监管组？不能只交监管组，同步给律师和审计。你还真是滴水不漏，被你教的。林医生，
你今天的手术暂停。监管组收到举报，说你协助陆晨违规接触病案和项目资料。举报人一天挺忙，林医生只是提供患者回访线索，没有篡改资料。上面要求避嫌，看来他们动不了你就先捡你身边的人。手术我能停，病人不能停。替班医生我已经交接过。对不起，是我把你卷进来的。真正卷人的在楼上喝茶，你现在别指定我。被举报材料里提到的3名患者，我昨晚核过，2名真实，1名不存在，编号是真的，姓名是假的。这个编号属于苏远山院长最后1周用药关联样本。他们把岳父的病案混进造假举报里。只要你自证清白，就必须打开苏老病案。他们想逼你主动破风。林之夏被停手术，你是不是觉得是你连累他？他不该被牵进来。那我呢？我也早就被牵进来了，只是我以前站错地方。有人来找爸留下的东西。有人来找爸留下的东西。这里以前放的是我爸的护理本。不是翻找，是确认东西还在不在。这层今晚没有外人进入记录。不可能，窗户开着。窗外是设备平台、监控盲区。他们熟悉这里，或者他让熟悉的人来。他们要你交实验室最后权限。为了配合调查 ，L 项目冷库服务器必须解锁。陆先生既然暂停职务，就用交出原始权限。交给谁？谁申请？申请账号苏清然。我没有申请。申请时间昨晚11点36分。那时候我和陆晨在旧病房，登录地点是苏远山院长旧办公室，门禁没有打开记录。有人用苏主任账号从一个没有门禁记录的办公室提交权限申请，账号被盗了。苏院长旧办公室有独立内网口，3年前周博士代管 L 项目行政接口后，只有他申请过旁读维护权限。确实有旁读接口，谁批准的？我。查到什么了？查到你留下了后门。我当年签的审批是不是你拿给我的？你没告诉我，那接口能绕过门禁。你不懂技术，却懂得昨晚用它申请权限。证据呢？冷库服务器不开，证据就永远在里面。所以权限必须交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全程直播取证，任何人不能单独碰服务器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全程直播取证，任何人不能单独碰服务器。本次取证全程录像，原始镜像同步3份。开始。昨晚那次登录，设备名是 YS Private。远山 Private。这里有一条隐藏网线，不是后来装的，是你爸生前留的。先找设备。如需证明清然账号被盗，打开夜间记录。这是3年前，时间中是3年前，但文件昨晚被突发拷贝。苏院长留了后手。那是我的应急密码，我只告诉过爸。后来周叔说爸怕我让我备一份给他，我给了。周副院长，旧办公室电脑里有你使用苏清然账号的监控记录。3年前清然授权我代管。我没有授权你昨晚继续用。那画面里拿着他应急密码的人是谁？谁能复制苏院长私人电脑里的记录？还刚好知道昨晚用旧办公室登录。鉴定期间，周副院长请暂停接触 L 项目和病案系统。陆晨，你以为这样就赢了？远山真正留下的东西你还没找到。你找过？你爸要是还在，也不会让你这么跟我说话。他要是在，会先让我查你。你找过？你爸要是还在，也不会让你这么跟我说话。他要是在，会先让我查你。周百年最后那句话，像是在引我们找东西。他急了才会露出真话。这层监控昨晚没有拍到人。你爸以前说老楼改造中有一条设备检修通道，我从来没听过。他也没想让太多人知道。这条通道能绕到旧办公室窗外平台。难怪门禁没记录。
防尘服袖口的纤维，科研中心冷库也用这种。我去调冷库防尘服领用记录。别走系统，系统里的人未必干净。你以前来过，陪你爸躲过一次媒体，你不知道的事儿很多。以后我会自己看。这是爸以前用的并案夹扣，夹扣上有编号。L 项目0号档案。这里原来放过东西。0号档案。远山果然什么都告诉过你，东西在你手里。远山什么都没留下。你刚说反了。有些真相挖出来，庆然未必承受得住。那就让我承受。我已经承受过被你骗，这次我信证据。证据也要人解释，谁解释谁就能带你走。不，你不是护着我，你是关着我。清然，退后。不用，这次我站前面。那就让我承受。我已经承受过被你骗，这次我信证据。清然，退后。不用，这次我站前面。你爸活着就太固执，死了还要把你拖进泥里。我爸不是拖我，是提醒我。至少我没偷他的东西。远山最重要的0号档案不见了，最后一个能自由进出他病房的人是你。你别再往他身上扣。那就找证据。他故意激你，也故意告诉我们0号档案确实存在。爸的东西都在这儿了，我真的没藏别的。这是原来那只。赵启明拿回来时说坏了，姐，我怕里面有爸改遗嘱的录音，我们什么都没了。你现在才拿出来？不是坏了，是被拆过，能试。我会缝血管，不代表会修录音笔，拿我当工具箱是吧？芯片没烧，只是接口被毁。百年，别碰 L 项目。再放一遍，我要听清楚他亲口说的每一个字。远山，你守不住华人，沈怀远能给钱，能给资源，你现在这样还能拦谁？陆晨会拦。他那时候还信你。他一直信你会醒。这能证明周百年和沈怀远早就接触。后面被剪掉了。清然，病房内文，别信百年。清然，病房内文，别信百年。赵先生，录音笔有你经手损坏，请解释。不是我拆的，是他让我拿的。你昨天不是说只是摔坏了吗？苏曼说要找遗嘱漏洞，说录音笔里可能有苏老不清纸的证据，我只是拿去给周副院长确认。周百年让你确认什么？你不说，我们就按损毁证据处理。我也是被苏曼逼的，他天天说房子前遗产，陈护工收鲁曼五寿不怎么陪护，假合同我也是被他催着找资源才联系明德。你拿我当挡箭牌？难道不是你先把他吃白食？不是你让我找陈护工作证？你收沈怀馆200万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催的？姐，我就是不甘心，爸那么骗他。爸偏的不是陆晨，是底线。遗产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你就把自己摘干净。我摘不干净，我也错了，所以我现在不再替谁折。我们家散了，你满意了？散的不是家，是谎。目前可确认，沈怀远、赵启明与华人资料外泄有关。周副院长和沈怀长的接触需要进一步调查。录音里你亲口提到沈怀远，商业接触不违法，远山病重多疑，那隐藏阴管呢？剪辑过的东西不能做准，我们会送鉴定。这里有林之夏违规协助你转移样本的记录，那隐藏阴管呢？剪辑过的东西不能做准，我们会送鉴定。这里有林之夏违规协助你转移样本的记录。林医生，请解释这条样本转移记录。患者复查需要，我按流程申请过，病人不会等你们斗完。样本编号，这不是 L 项目样本，是苏院长病案关联样本。他们把你爸的病案样本伪装成 L 项目样本，再扣到林之夏头上。那就查样本盒上的原始标签。标签有2次覆盖痕迹。揭开。SY 周末用药观察。SY 苏远山，这不是项目造假证据，是有人把岳父的临终样本塞进项目里。谁能接触样本库？副院长、科研中心负责人、授权医生。我没有副院长权限，我以苏远山家属和行政负责人身份要求调阅门禁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身份？如果你说你是 L 博士，说你为了我爸放弃那么多，我也许不会。不会离婚，不会让我翻口袋，不会站在赵启明那边。我知道我没资格问。我不说，不是为了考验你，我答应你爸，等医院稳了，再把真相一点点告诉你。可我没有等。我等的也不是你崇拜我，
是你信我。竟然，你越权撤了护理部处分。我撤的是错误处分，为了程序，我才要求复核原始标签和门禁。你这样会把华人拖垮。拖垮华人的是把样本、病案、项目都当筹码。你父亲走后是谁替你撑到今天？也别忘了，我父亲走前让我别信你。你这样会把华人拖垮。拖垮华人的是把样本、病案、项目都当筹码的人。你父亲走后是谁替你撑到今天？也别忘了，我父亲走前让我别信你。我提议临时限制陆晨股东保学权，直到监管调查结束，不是罢免，是保护。昨天刚证明样本转移有2次覆盖，证明有人动过，不等于证明陆晨无辜。你终于不绕了。你是在绕开调查。如果监管结果对陆晨不利，华人确实会被拖下水。我反对限制陆晨股东权。你是苏家人，不宜表决。我也是华人行政负责人，还是苏远山的女儿。我冷静到牵错权限，信错人，逼错丈夫。这是周百年3年前申请旁路接口，接触明德医疗转移制度记录的时间线。你查我？是。陆先生要求我列席。苏老遗嘱有反稀释和反限制条款，任何限制陆晨先生股东权的议案都需提供司法层面有效证据。监管调查算吗？调查不等于定责。你少了一步，把假的变成真的。你太自负了，你太急。供应商联合发函，要求华人提前结算欠款，首批3000万。你看，这就是拒绝明德的代价。这不是代价，是威胁。病人需要药，员工需要工资，你拿什么挡？证据。那你最好快点，因为明德的最后通牒已经在路上。那你最好快点，因为明德的最后通牒已经在路上。供应商说，如果明天中午前不付款，暂停高值器材配送。急诊和 ICU 不能断。统一得不正常。沈怀元擅长让别人替他出手。还有明德发来的侵权律师函，找出他们专利的源头。局面到这一步，没必要再硬撑。王总，配送车到哪儿了？已经到华人门口。沈总，您一句话，我们就卸货。你所谓的水，是让华人签和解并交出项目？和解、授权、收购3选1。明天中午之前不签，诉讼、供应链、监管都会继续。继续。你不怕医院停台？门口那车里有2套主动脉支架，急诊今晚可能用得上。怕，所以我更不能把钥匙给你。我哪选择提醒你们？林医生，主动脉支架库存只够2台，配送车刚才到了又掉头走了。供应商说等华人决定清楚。把择期手术往后排，急诊保留。别一个人扛，你有匿名论文，有项目源头记录，为什么不公开？公开后 L 身份就彻底暴露。你都被他们按着造假了，还护什么匿名？苏老护你是为了让项目活，不是让你被冤死。早期匿名论文、模型版本、伦理沟通邮件，公开他们能证明明德专利晚于华人。那为什么犹豫？公开后，所有患者回访课题参与者都会被卷进舆论。可以做脱敏，稳不是遮，是把该保护的人保护好，再把该亮的证据亮出去。明德申请的临时禁令还没生效，我们只有2个小时窗口。脱敏后的论文源头、时间窗和专利优先值证据可以公开，患者信息不能碰。我昨晚核过，患者编号全部替换。你还在处分期？我现在是普通热心医生，这次别卸得太早，先赢。华人 LL 项目早期源头说明，时间超比明德专利早2年。所以华人项目不是造假。调查还在继续，但华人会把能公开的证据全部公开。未经董事会完整授权就公开，会有舆论风险。你越来越不像远山的女儿。我现在才像。评论区已经失控，股价还在跌。去问法务，禁令能不能提前？你不是说苏远山死前已经清干净？别让我觉得你也该被切割。别急，陆晨最在意苏远山，只要从那件事下手，他会乱。哪件？病房那晚。公开材料显示，明德专利申请晚于华人源头记录，项目造假举报中部分证据存在伪造嫌疑。那供应商那边是不是能谈回来了？已经有2家愿意恢复配送。这只是证明明德专利晚，不代表苏远山变案没有问题。陆先生，你们都以为远山是病死的，可他最后那一晚根本不是正常恶化。你们都以为远山是病死的，
可他最后那一晚根本不是正常恶化。你说清楚。那晚苏远山病情突变，值班记录显示，最早发现异常的人是陆晨，可抢救启动却晚了12分钟。记录被改过，每次证据对你不利，你都说被改过。周副院长，你有完整记录？这是我保留的副本。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赶到时，你爸已经出现呼吸抑制。为什么记录说你12分钟后才叫人？因为我先做了床旁处理，等监护仪恢复报警时，系统时间被重置。当晚值班系统账号是周百年临时权限。我只是恨自己，那晚我为什么不在？你在外地评级，是周百年让我去的。如果系统时间被重置，监护仪本地款存可能还留痕。老机器被下架后放在库房，我让人找到了。这里，报警时间比记录早11分40秒。所以陆晨没有延误。还有这个，药物反应曲线不对，像是镇静剂叠加。我爸那晚被加过药。我爸那晚的药是谁加的？有些事儿查到底，只会更难看。难看的是你，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让远山把一辈子心血都交给你？因为你想卖。我想救华人，他守着那套老规矩，把所有人都拖死。所以你动了他的药。我录音了。没有用药原始单，你们什么都证明不了。谁说没有？周百年，你怕什么？周百年，你怕什么？药品核对附签。旧病床上的废纸能证明什么？你们换病床时只拿走了病历和药单，没想到护士习惯把临时核对贴先粘在床架上，药名、剂量、时间都有。那晚9点40，爸已经用过镇静剂，11点又补了一次。第2次没有遗嘱。苏院长病危前一晚，你在场？在，我是临时夜班。那晚周副院长让我别说。我爸当时清醒吗？清醒。剂量叠加不正常。他的证词会和药品贴、监护仪反存、录音一起送检。这一张是替我爸。那晚我在外地，周百年让我去参加评级答辩，说爸这边一切稳定。我还怪你说，如果你早点叫医生，我爸也许不会走。陆晨，我到底做了多少错事？现在先把真相送到中诊会，然后呢？然后让该付代价的人付完。然后呢？然后让该付代价的人付完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很理性，周百年像长辈，赵启明像资源，苏曼像家人。你最沉默，所以我最容易忽略。你只是习惯相信看起来有秩序的人，沉默不是无辜证明。我不是替自己开脱，陆晨，我错得彻底。不是错在不知道你是 L 博士，也不是错在没看见你的价值，而是你是照顾我爸3年的人，我就不该那样对你。离婚那天，我以为自己是在止损。你指的是我？对，最该珍惜的人，我却当作损失。我不求你此刻原谅，也明白一句对不起换不回从前。等事情结束，我能不能重新追你？你现在最该做的，不是追我，是把你父亲的真相找回来。姐，赵启明被带走问话了，他会不会坐牢？那我呢？我是你妹妹，他该承担什么就承担什么。你也是，爸也是你爸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，别哭给我看，哭救不了爸。陆晨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没用，我以前太坏了。坏不是突然变好的理由，去把你知道的都说完。周北年不会轻易认，他会咬死材料不完整，尤其是手术记录。苏老临终前没有手术，有一份术前抢救记录，在哪里？爸的听诊器，他最后交给我的东西。本次终审重点是 L 项目真实性、数据完整性以及苏远山病案关联正义。所有质疑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：陆晨长期以匿名身份介入华人，程序本身就不合规。明德只是依法维护专利权益，你们一个谈程序，一个谈权益，就是不谈证据。你手里的录音剪辑、旧床贴纸、模糊缓存，都不足以证明我害过远山。那就看完整记录。当晚我发现异常后，按急救流程做了床旁处理。苏院长清醒过一次，要求我备份所有记录。周副院长，你提供的副本时间线不一致，电子记录可以被伪造，所以还有手写页。
本人苏远山确认陆晨已及时处理，若后续记录被改，以此页为准。远山病中意识不清，这签名不能做准。我爸的字我认得，还有指纹和抢救时监护仪的同步码，同步码与设备缓存一致，初步排除后期伪造。那周副院长副本里的延误记录从哪里来的？这是你们华人内部问题，和明德无关。还没到你走的时候。这是非法取得的商业通信，来自赵启明代理公司服务器的司法保全镜像，来源合法。周副院长，你还有解释吗？也是，我为华人找资源，却被你爸那套老规矩拖死了。他宁可信一个外人，也不肯把院长位子交给我。他宁可信一个外人，也不肯把院长位子交给我。记录下来。我的意思是，远山的保守阻碍了医院发展，所以你联合沈怀渊改记录、藏档案、栽赃项目造假。陆先生，说话要负法律责任。周百年、赵启明相关资金账户已冻结。沈华岩先生，请配合调查。庆然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也是被沈怀渊骗的。你每一步都有选择。姐，我会不会也被查？你收买护工、藏遗物、配合假证，都要说清楚。我不会再替你背锅。陆先生，之前董事会多有误判，误判可以改，遮掩不行。林医生处分撤销，明天恢复排班。今天夜里有急诊，我现在就回去。科研中心需要真正的负责人，我们建议由陆晨先生接任。先把周百年留下的权限清干净。科研中心不是奖杯，先救回来，再谈谁做。爸如果在，会很高兴。他想让我守住这里，不是让我拥有这里。从今天起 ，L 项目所有伦理记录、患者回访、资金往来全部公开给独立委员会。真正的继承，不是股份，是底线。那我呢？我还能做什么？明天把伦理委员会开起来。我来。周百年和沈怀远的案子，调查组还在走程序。赵启明供出了明德的联系人，苏曼也做了完整笔录，供应商恢复配送。林之夏今天做了2台手术，都顺利。他会骂你汇报太细。别说按遗嘱处理，没人在闹。你不用向我交代这些。我知道，我是在学着把话说清楚。学会说清楚，不等于要说给我听。我先说给自己听，这个应该还给你。这是你爸的，也是他交给你的。陆晨，我还是想问那句话，我还能不能重新追你？你现在还是容易把答案交给别人。你问我能不能追，是想让我给你许可。那我应该怎么问？不用问，你真想追就自己走过来，别让我给你台阶。好，科研中心那边等你签字。旧事处理完了？还没有。那就慢慢处理，别影响病人。明天伦理委员会你主持，你爸的医院不该只靠陆晨一个人守。好，我主持。别怕做错。怕，但这次不多。以前我总想让你回头，好像你回头了，我犯过的错就能少一点。不会少。所以我不求你回头，我会往前走。等我真的成为一个清醒的人，再站到你面前。你不怕我拿不稳？怕，不等于替你拿一辈子。他没有得到复合，只得到重新追求他的资格。